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王，一个比你爹更受拥戴的好王。爹愿你走好，不管你去哪儿，爹都会记着你，记住你。月光不会忘记我的孩子呀，孩子啊！开炉。在外面看着点，有什么动静，赶紧回来告诉我。好。我也想要一把剑。你呀，有你的。好嘞。咱们见过，白天在越王祖庙，壮士有何指教？哦，不敢，在下钦佩你的行止，特来表达我的敬意。哎，壮士过奖了。杜源不过是尽一个越人的本分罢了。敢问壮士尊姓大名？这件不行。哼！吴兵来了！吴兵来了！有吴兵来了！吴兵来了！啊！吴兵来了！我要一把剑。大王，大王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公孙局把这儿包围了。他要干什么？越王大人，要不要我下马参见你啊？不敢。勾践，参见将军。本将军大半夜兴师动众找上门来，不是来讨你个参见的。那请问将军，深更半夜有何贵干？贵干，这是越国，你是越王，本将军来，请你指点指点我。拿上来。敢问将军，这是你的百姓私铸兵器，
图谋不轨的证据。为了拿到这些证据，竟然伤亡了我数十名士兵。勾践，你刚刚回国，越国就出现如此反抗吴国的暴乱，我看你该如何向我的大王解释？说话呀，我的越王大人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臣也是刚刚才听说这事儿。这个将军大人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非让我把伤亡的士兵抬上来给你们看，才不是误会。这些剑，一看就是农具所改。除了你们越国那些愚蠢的工匠，谁还能有这等拙劣的手艺呢？将军既然认定是越人干的，我们一时也无从辩解。只是今日吴王刚到越国，即便是要处置此事，也得需要一点时间，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才好秉公论处。这样将军也好向你们大王。且住，范大夫，我知道你有心计，可你的心计最好别对我用，用了也白用。勾践，我只问你，这件事情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那敢问将军，这些私铸兵器、反抗吴兵的越人，现在在哪儿？问得好。你想他们应该在哪儿？他们杀了我的人，能有好的结果吗？如此说来，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既然如此，将军大人，还要我来处置什么？不然，他们其中2个最重要的领头都跑了，我要你把他们抓回来。再有，我要你拿这件事情警示你的百姓，再有反抗吴国的，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另外，你哪儿也不能去，你给我待在这儿，随时等候我们大王的处置。公孙举，你太过分了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有你这样的王，越人能不蠢蠢欲动吗？来呀，给我围住这里，外边的人不许进，里边的人不许出，有胆敢违抗者，给我杀！勾践负我，大王，太宰，如若勾践负孤家，你也负孤家，错你也有一半。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啊？臣愿听凭大王的处置。孤家没说如何处置你，孤家问的是如何处置勾践。如何处置？臣听大王的。怎么了？怎么没主意了？平时你不是挺会替勾践说话的，你就想不出一个主意，为勾践辩解辩解？勾践辜负了大王对他的一片信任，也辜负了我。臣现在就想把勾践揪到大王的面前，好好的问问他：大王如此仁德待他，他的心是不是让熊友给蒙住了？大王息怒，事已至此，臣想恳请大王再宽容几天。待臣见到了勾践以后，把这件事情彻底的弄清楚了，这样
大王处置起来也就不会给别人留下什么话柄了。臣不知哪句话说错了，请大王指教。你的心啊还在勾践那儿，所以你才不相信公孙举的一面之词。大王明鉴，臣这么做绝不是为了偏袒勾践和越国，臣这是为了大王和吴国。好了，不说了。你不说，顾家也会派人去越国。你能亲自去，顾家非常高兴。带多少人？兵一个都不要，臣就自己去。好，不愧是我吴国的太宰。有什么新消息？太宰大人要去越国了。他去总比别人去强。什么时候走？这会儿恐怕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太宰走前托内侍给娘娘留了话，说为了避嫌，就不亲自向娘娘辞行了。他还说，让娘娘别太烦恼，事情也许不像公孙举说的那么糟呢。我想事情也应该没有这么糟，可他的影响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。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吴王这里建立起来的信任，一日之间全毁了。真有那么严重吗？可能比我说的还要严重。娘娘何不去劝劝大王？不是我不想，是我不能。这个时候我去劝大王，只会让事情更糟。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。等太宰回来再看吧。剑还是好剑，可惜断了。虽然断过，但毕竟还是一把好剑。剑虽好，可惜无法刺中敌人了。这把剑本就不该是用来杀敌的。不杀敌？不杀敌要剑干什么？魔力。魔力。这把剑经过的魔力还少吗？多与少，不是哪个人说了算，要看上天的意思。这么说，这把剑还要经过多少魔力，你也无法回答。臣是无法回答，但是臣可以帮助大王一起来磨砺。正好，我很久没有舞剑了，我们一起去舞一场。臣乐于从命。大王，出大事了！你输了，大王。这不算，稍后必过。
如果这是在战场上，大王的敌人会给你稍后再比过的机会吗？少伯，你的话也等等再讲吧。大王，百姓把咱们这里包围了。百姓？围的是公孙举吧？是。大王，真正的比试开始了。咱们这一场且先记下，记住，我可没认输。你们敢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杀无赦！难道你们都不怕死吗？啊！杀呀！有种你就下令，看看咱们先死的是谁！给我杀！住手！勾践，你看见了吧？这就是你治下的子民，他们就是这样顺从吴国的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的话，将军想听吗？讲。要想化解这场冲突，将军你有2条路可以走。哼，你在要挟我？不，我是在帮你。帮我？我用得着你帮吗？少废话！有话赶快说。一条路，你带你的人撤回兵营去，我来安抚我的子民。再一条路，你跟我的百姓厮杀一场，或许你可以全身而退，或许你就会命丧于此。那样，我会带了将军的尸体去见大王，见了大王，我自有话说。当然了，将军的英勇无畏，我一定不会忘了告诉大王。你，勾践，有你的，只可惜，你这2条路都是狗屁。本将军还有第3条路，最适合你。勾践请教将军，这第3条路，那就是我杀了你！谁敢暗算我？谁敢暗算本将军？谁？你这个小妖精，邪术，你不是人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说将军杀不了我吧，可你也不必当着众人给我赔罪啊。在下可担当不起。小壮士，我和他还有账要算，可否把他让给我？你不是派人四处找我吗？在下来了。找你？你是谁？你就是那个私铸兵器，带头杀死我士兵的工匠。是我。好啊，送上门来了，给我拿了。公孙举，你敢不敢单打独斗？哼，匹夫！本将军让你死的没有话说。嘿，大王，公孙举不能杀，否则会有大麻烦。
杀了我一个，大王会灭了你一国。有胆量，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！杀了他！你们大王的大王，我都跟他打过。大王，杀了你有什么了不起？正是。且忍一时之气，把这个人交给咱们大王处置吧。你要相信咱们的大王，不会让百姓失望的。大王，不知大王光临，老夫失礼了。相国的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啊。托大王的福吧，老夫来日不多了，再不享受享受，光剩下辛苦操劳，不值啊。这可不像老相国说的话啊。人都是会变的，等大王到了我这把的年纪，也就理解老夫之言了。老相国变得如此英雄气短，恐怕不是跟年岁有关吧？年岁也罢，心情也罢，大王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公孙举传回来的消息，相国恐怕已经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此事相国怎么看？没想。没想。对，老夫已经说过了，越国的事情，我不会再操心了，也免得大王烦心。相国，人家都说，人的年岁越大，脾气变得越来越像小孩。我看你是真老了，你现在变得越来越爱跟别人赌气了。大王以为老夫是在赌气，你错了。越国的事情老夫不管了，就是吴国的事情，老夫管了几十年，也该卸卸担子了。如果大王念我武元对吴国尚有危劳的话，就请您开恩，赐我归老吧。相国，此话当真？这样的事岂能儿戏？不行，我吴国怎么可以没有你呢？顾家不准。大王，不要再说了，此事不再提了。相国，日后你愿意享福就享福，愿意养老就养老，哪怕从此不再上朝议事，顾家的相国之位永远给你留着。大王如此高看老夫，老夫真是感激莫名啊！只是这样一来，老夫又没有办法安心在吴国养老了。
别的地方我也不想去。人老了，待在一个地方习惯了，就不想动了。相国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嗯？怎么变得让顾家看不懂了？大王不是不懂，是不习惯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听说大王派伯嚭去了越国，怎么？相国可有什么建议啊？哦，老夫说过，越国的事情我是不会再管了。更何况以太宰与越国的交情，让他去处置此事，他会做得天衣无缝。这样一来，大王也满意，勾践也满意，皆大欢喜。这不正是大王所想要的吗？相国的意思是，有人为了迎合顾家，而掩饰了真相，是吧？老夫只是说我不想再管事了，别的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公孙举不能杀。不杀也该像这样教训教训他，让他有所忌惮。那个独臂壮士是个可用之才，替我把他找来，我要见见他。那公孙举那边，大王打算如何收拾？按我说的，把他送回兵营里去，告诉他，在那儿好好的待着。在我安抚好百姓之前，切莫再生事端，否则他和他的兵我都保证不了安全。他要是不听劝，不听，在这种处境下，他还有选择吗？大王当年就是一念之仁，才留下你们这位遗患，祸害。当时就应该斩尽杀绝，让你们断子绝孙。越人只配这个。等我出去，咱们有账可算。公孙将军，再下来就是要送将军回去的。算你识趣，但可别指望我谢你，更别指望我善罢甘休。在下好言劝将军一句：要是你硬不改变态度的话，在下也可以送你出去。但是出了这个门，将军的安全，在下就无法保证了。范大夫，我知道你的心计多，可对我别用，我不跟你斗。想利用暴民要挟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去告诉勾践，有种就杀了我，要不就杀了那些暴民，否则这事儿没完。我就是杀了他，又能怎么样？这种人不值得。对你来说不值得，可对越国的百姓来说，杀他比杀伍子胥更值得。那杀了他之后，大王怎么办？不好办。
可也比现在这样坏不到哪儿去。臣赞同大王所言，现在的情形是很难办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这个越王绝不能站在自己百姓反对的一面。现在无论是复国还是复仇，勾践可以依赖的唯有他们了。大人的意思，勾践明白了。大王还在里面啊？从送走伯嚭，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不吃不喝的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请叫人去换些饭团来。把灯灭了。坐吧。大王可想通了？想通什么？如何给吴王一个满意的结果？这个我没去想。那大王这一天，我只想怎么把自己忘掉。大王忘掉了吗？没有。臣倒是有个办法，大王不妨一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不想。那不是比忘掉自己更难？大王枯坐空房，面对的只有自己，这样又何从把自己忘掉？静坐不动，则大王只剩下思想，又如何把自己忘掉？换个方法，这些看上去很难的事情，做起来也许就不难了。那就换个方式也好。有点饿了，先吃饭吧。才说忘掉不想，你这不是逼我去想吗？臣也有自作聪明的时候。要是我永远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，那不成神仙了吗？这饭呢，我建议大王不在这儿吃。咱们出去走走。去哪儿？大王去。文仲欢迎大王。免了。大王请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忙啊？大王，臣正在同那个。大王还没有吃晚饭呢。哦，是这样。大王，臣这就叫人去做去。啊，你平常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大王来了，
酒总得喝点。少伯，这儿你熟，你先陪大王在这转转。大王，臣少陪了，去就来。范蠡，臣在。大王，你们两个好像有事藏着。等吃酒的时候，臣再向大王禀报吧。大王请。这是特意为我准备的。也不尽是。你平常就这样吃饭？臣要是这样吃，那就把越国吃进去了。那还是特意为了我。撤下去。臣说了，这晚宴不尽是为了大王，还为了谁？你们？那你们吃吧。大王稍安。这晚宴，准确的说，是为了越国。你们呢？还是有事瞒着我？臣等并没有事情要瞒着大王，只是想给大王引荐一个人。谁？赵氏。壮士，你们，臣等暂且告退。草民参拜大王。哎，起来，起来。壮士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草民是应大王之召回来的。我何曾召唤过你？大王画影图形，将草民的形象张布于天下，这不是？那是为了搪塞吴人，不得不如此。我的真心，你当知道。草民明白。来了，就好好坐坐。文大夫这里你尽管放心，比我的草宫还安全呢。我不知礼节，还是站着侍奉大王吧。叫你坐你就坐。你没听他们说吗？今晚这一宴，都是为你。大王既然这么说，草民恭敬不如从命。我敬你。草民谢大王。壮士，我们也算是见过好几面了，你该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了吧？草民不是想对大王隐瞒什么，只是，我的真姓名叫杜源。杜源，杜源，你可曾认识一个叫杜野的？杜野是我兄弟。你是杜野的兄长？正是。草民敬大王。
我兄弟就睡在这儿。这墓冢还是文大夫、孙大王之主而修的。 家里还有什么人？父母早都不在了，我的亲人就只有这一个兄弟，我兄弟的亲人就只有我。你这条胳膊，还是襄阳在的时候，和吴国打仗的时候丢的。 打那以后，再为越国打仗，就是我兄弟去了。我曾想自己发过誓，勾践若有归国之日，一定要重重报答你的兄弟和他的家人。可我现在拿不出什么来报答你，我甚至都保护不了你。 走得远远的，啊！干脆离开越国，5年之后再回来。大王说的5年，是你准备为越国报仇的时间吗？我没有把握向你保证，但我会竭尽全力。但是，如果我现在走了， 大王眼前的这一关就很难过，是不是？再难过也得过。听我的话，走吧。那么，越国百姓就要忍受更多的煎熬，越国复仇的时间就要推迟。这虽然是大王一个人的事，但也是越国百姓的事啊。 这些话是文大夫教给你的。大王以为越国百姓的忠诚都是别人教出来的吗？可我作为越王，我已经亲手葬送了你的兄弟，难道还要我亲手再葬送你？那我这个越王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我的子民呢？大王，请出草民于本。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道理才能说服大王。 但是曹明知道，死是我该做的事情，为越国复仇是大王该做的事情。我只在想问大王一句：到了阴间，好告诉我兄弟，你想问什么？ 大王几年可以复仇？5年，我答应你。5年，好，我替我兄弟谢过大王。 也谢谢大王的晚宴。大王，草民告辞了。是我让他走的，是我让他走的。
又见面了。嗯，就算你跑到天边，也逃不出我的手心。跑啊！跑！跑啊！跑！跑啊！想立刻就死，没那么容易。要死，也得讲个排场。越王不会信任啊！看来越国的事还得靠越王啊。这样，太宰大人可以向大王复命了吗？这也未尝不可。但依在下看来，要想完全赢得大王的谅解，越王还欠最后一个表示。什么表示？大人要我去见朕。越王，这可是赢得大王的谅解和信任的最好的表示。我去。越国的百姓都听好了，谁反抗吴国，这就是下场。爹不想见他。为什么？欧冶子、干将都是因他而死，爹不想成为第三个。那为什么还帮他？爹是越人，我是在帮越国。既然要帮，就不该半途而废。你懂什么？爹警告你，越王后宫不许你再去。哼！
本来是要文仲与大人一起过江的，只因给大王和娘娘的礼物一时未妥，只好耽搁几天了。这我知道，只是一路上没了文大夫相伴，必要寂寞许多啊。大人回了吴国，还望在大王面前，待勾践多多致意，请转告大王，这种事情，勾践不会再让它发生了。在下也相信，越王有能力处理好越国的事情。越王留步，在下要上船了。越国对大人的感激之意，在此勾践就不多说了。给大王和娘娘的礼物，过几天我会让文仲一并带去。请大人一路保重。越王保重。大人，还有什么要吩咐在下的吗？我让你想的事情，你想出头绪了吗？在下实在愚笨，还望大人不吝指点。你说，大王派你来，是为了监视越国，监视越王。可是你知道不知道？大王亲自监视了他3年，要是还想接着监视下去的话，又何必放他回来呢？把他留在吴国监视，不比你这儿强上百倍吗？难道你的监视比大王的监视还得力不成？那不监视，在下还应该做些什么？合作。合作？和勾践？大王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后方，而不是一个起火的后院。将军大人，不要怪我危言耸听。要是越国再发生这等鸡生民变的事情出来，那你这个将军恐怕也要做到头了。我话说到这儿了，信不信由你，爱怎么做也由你。你也可以把我的这些话传给相国大人。不过，相国已经向大王提出，要辞去相位，归老田园。这个消息你听说了没有？这是真的？信不信由你。将军，好自为之吧。臣拜见大王。请。看起来，太宰是有好消息带回来了。臣信不辱使命。请。勾践这次到底是没让顾家失望啊！太宰大人有功啊！啊！大王之奖，臣不敢当啊。臣还要感谢大王给了我这次将功抵过的机会。抵过？抵什么过？大王不是说勾践出事，错有一半在臣吗？哼！顾家的话，你倒是句句都记得。哈，大王教诲，臣岂敢忘。大王，如今你可以安心的过江了。何人说顾家要过江？大王来此，臣可就有些不解了。太宰大人已经把此事办好了，如若没办好的话，顾家倒是有过江的可能。此事，你透露给勾践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大王不发话，臣哪敢透一个字啊？勾践虽然现在同我们站在一起，但是就此视其为盟友，恐怕还为时过早。
越人的此次暴乱，给了我们一个警示：收复越国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勾践也是如此。虽然他现在表现得臣服恭顺，但是并不代表他永远可以如此。这就像狗和主人一样，主人严厉，它就会驯服；主人松懈，它就可能忘形。主人如果是不管它的话，它就可能变成一只野狗，反过来攻击主人。顾家这么说，你明白吗？臣明白了。看来在如何对待勾践和越国的策略上，臣和武相国与大王比起来，都还差远了。武相国已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固执了。真的？那臣该好好的向他学习。哦，怎么？太宰大人也准备辞官归老了吗？这么说，臣听到的传言都是真的。哼。人都哪儿去了？这不是越王吗？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？我的百姓呢？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了？你的百姓都去看斩首示众了，这不是你越王下的命令吗？我下的命令，我能够下这样的命令？这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只是奉公孙将军之命来保护越王。你们，我用你们保护，你们都给我滚！看斩首示众的人在哪儿？被斩首示众的人又在哪儿？死是我该做的事，为越国复仇是大王该做的事。大王该做的事，什么时候开始？大王打算怎样去做？我没杀你，我没杀你，我没有杀你，我从来没有想杀你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睡在这儿？奴婢是文大人从挑选进宫的，王后让奴婢来侍奉大王。你出去！你出去！出去！你没有什么错。去把夫人叫来。大王，
是那女子惹大王不高兴了。大王消消气，这不怨他，都是臣妾的不是。我是大王，莫不是病了？没事儿。我又做了个噩梦。大王真是用心过度了，才刚回来，万事还没个头绪，又碰上这么件窝心的事儿。大王应该往好里想想，毕竟我们回到了越国。白天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回到了越国了。一到晚上，每噩梦醒来，我甚至不知道身在何处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大王是在越国，是在你的寝宫，是在……拿我的琴来。我去了。臣妾恭送大王。死是我该做的事，为越国复仇是大王该做的事。大王该做的事，什么时候开始？大王打算怎样去做？臣等参见吴王，吴王万寿无疆。众卿归坐吧。
是勾践归国以来第一次问政与诸卿。我想知道，要想让越国重新强大起来，直到有一天压倒吴国，我们最先要做的是什么？还有哪些是必须要做的？臣以为，先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大家的意见我都会听。季大夫，你先来吧。大人，大王和太宰从越国回来了，大王想在宫中设宴，请相爷也过去。还有没有了？还有，大王调往界江的1万大军，也奉命撤回来。哎呀，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问的是人，女人还有没有？大人，就你看着这些了。啊，给他们发盘缠，都让他们回家。再派人去找，多派一些人下去，一定要找到让老夫可信的。是。众卿所议，无论是选贤识士、筑城兴都，还是结其亲属附近，或是敬天从实，或是纵其交拜，在孤看来，每一件都很重要，也是刻不容缓马上要办的。但除此之外，勾践心中还有一节要请教于你们大家。我们立志复国，这是在我屈身赴吴那一天就开始的，至今已经3年了。你们当中哪一位可以告诉我，我们就这样努力下去，还要几年才能够打败吴国，实现真正的复国？臣以为，越国要想在实力上赶上吴国，还得10年。10年，勾践心中还有一节要请教于你们大家。我们立志复国，这是在我屈身赴吴那一天就开始的，至今已经3年了。你们当中哪一位可以告诉我，我们就这样努力下去，还要几年才能够打败吴国，实现真正的复国？臣以为，越国要想在实力上赶上吴国，还得10年。10年，仅仅赶上吴国就要10年。文大夫，你呢？臣以为10年应该是最快的了。季大夫，你？臣以为战胜吴国需要整整1代人的时间，10年肯定是不够。大家的意见呢？就没有人觉得这个时间可以更短些吗？
看来我们是有分歧了。尽管我不情愿看到这样，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，再等10年，无论是对我，还是对越国的百姓来说，都太长了。大王召我们来，要带我们去哪儿？你们打算让他挂多少时间？这要取下来，恐怕还得公孙举同意。孙儿啊，孙儿啊，你生前就想要一把剑，一把能上战场杀敌的剑呐。可惜，直到你死，爷爷都没能满足你呀。爷爷对不住你呀，孙儿。你生不逢时，生不逢时啊！请等等。范蠡，你的剑。小壮士，带着你的梦想去吧，去替我转告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们，勾践不会让他们等太久。杜壮士，请原谅我，我没能把你的头带来。可我把我的心和刻在心上的承诺带来了。放心去吧。越国复仇的战车已经启动了。杜家两兄弟是我越国最好的勇士，可都被我这个王杀了。
亲手杀的，没死在战场上，却死在自己为之效命的王的手上。你们可以想想，这是一种什么滋味？我每想起就必做噩梦，醒来的时候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咬了我的心。他们图可以不死的，尤其是屠源，他本可以一走了之，但就是为了怕耽误我们复国的计划，他没走。他只问了我一句：“大王，几年可以复国？”大王如何回答他的？我答应他5年。大王驳回我们的意见，就是因为先有了这个承诺吗？是。也不是。这不仅是我对都元一个人的承诺，也是越王勾践对他的百姓，对他的人民，对禹王以下的先祖神明所下的承诺。他们都知道，他们都在看着我，在冥冥之中还有更多的眼睛在看着我。我不能言而无信，更不可以出尔反尔。都元的死已经让我在百姓当中失去了威望。如果再失去他们的信任，那我这个越王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要那样的话，甭说10年，越国将永无翻身之日。可是大王，10年生聚，这是最起码的呀。越国要重续国力，重建军队，必得有人有物吧？这些不是说来就能来的东西。人总要一年一年的生长，物总得一年一年的积累。以越国今天的实力，你说的道理我也懂，但是今天我要让你们换个想法，从另一头来想想你们所说的10年。另一头，对，另一头，你们看看。用不了多一会儿，他们就永远睡在地下了。范东国的土地上会长出青草，长出树木。10年以后，这片竹林也许就不在了，也许会重新变成一片湖泊。到那时候，他们的尸骨也会像泥土一样，都化掉了吧？但他们的牺牲呢？他们的勇气呢？他们为之而死的复仇之志，会不会也像尸骨一样都化掉呢？人是需要一年一年的成长，记忆也会一年一年的衰退。国力需要时间来积累，可信念却最怕时间来消磨。越国的百姓已经在战争当中拼杀了3年，又在吴国的压迫下隐忍了3年，难道还要让他们在苦苦的等待之中忍受10年的消磨？10年，对越王和他的百姓来说，太长了。
天，勾践辜负了你和你的孙儿，也辜负了杜壮士一腔热血。勾践让越国的百姓失望了。哎呀，大王，大王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，大王，大王。苍天，神明，勾践以勇士之名向你起誓，越国终有一天要报仇雪耻，要让勇士的英名传遍天下。请让这一天早点来到吧。说服大王，你才张口，大王就把百姓推出来。在座的诸位，你们谁能说服得了越国的百姓？少伯，半天了，你可一句话都没说呀。既然谁也说服不了百姓了，那就按百姓和大王的意思去做吧。明知是错还要去做，你到底居心何在啊？先不说我的居心，在座的诸位，谁敢断言越国就一定创造不出奇迹来呢？奇迹不是说来就来的，越国如果能够在10年内完成生聚大计，就已经是奇迹了。这么浅显的道理，大王难道就不明白吗？大王的心被仇恨填得太满了。这就是了。如果不能帮助大王从仇恨的蒙蔽和对奇迹的期盼中走出来，就是讲再多的道理，也就像拍打在礁石上的潮水一样，不但无功而返，还会把自己撞得粉碎。依你所言，如何才能使大王走出蒙蔽呢？照大王的意思去做。你这叫什么主意？你这不是助长大王？我去看看。谁打的倒的是对呀，是这错呀。手机也不见了。雀楼，草坑的雀楼倒了。大王来了！大王来了！天意，这是天意。天意昭示着我越国有冤屈，有不平。苍天呐，神明啊，所有的惩罚都嫁给我勾践吧。求你眷顾我的百姓，怜悯我的子民，启迪我的蒙昧，指给我们一条让越国强大的路吧。我将遵从你的指引，率领着我的百姓子民一直向前，永不回头。我很高兴，父亲终于在天意的感召下改变了你们的看法。当然，你们当中肯定有人并未完全想通，只是出于大局之虑，才暂时默认了我的计划。
但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要感谢你们。在越国最需要团结，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，你们把忠诚无私的给了我。在勾践的心里，你们不仅是我忠实的臣僚，还是我最可信赖的兄弟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越王勾践绝不会辜负在座诸位的信任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有苦同尝，有难同当，有乐同享。臣等愿为大王效力，愿为越国效命。大王，什么？破吴9术？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9术中不乏阴谋诡计。本来臣和文仲还有些犹豫，但现在大王要速胜吴国，恐怕不得不用这些奇诡之谋了。听你这么说，你对这些奇谋诡计颇有不屑。倒也不是。兵者，诡道也。两国相争本来就是斗心计的事，哪能不用阴谋诡计？只是我们在给他人布下陷阱的同时，也把自己置入了危险的境地。大王还应格外慎重才是。这我懂得。越国重建军队，你怎么考虑？这个，臣尚未细想。该想了。寡人欲效古之贤君，令壮者无娶老妻，老者无娶壮妇，女子17未嫁，其父母有罪。丈夫20不娶，其父母有罪。将免者以告于公，令以守之。生子得2虎9一犬，生女得2虎9一豚。生子3人，孤与乳母；生子2人，孤与一养。蚂蚁屯兵在洞窟里。将军，为了我们今后同心协力，干！也为了越王大人对吴国的忠诚，干杯！怎么没见到范大夫？将军不问，我也正要告诉你呢。范大夫奉我之命进山了。哦，越王可否告诉在下，范大夫进山去做什么？我正想听听将军的意见，这也是我这次请将军来的目的之一。越王请讲。我想为越国重建一支军队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大人干嘛这么惊慌呢？我们这不是在共谋越国的大事吗？
你这是谋反！勾践，你听好了，我虽然答应和你合作，但那是为了吴国。如果你的作为对吴国不利的话，我将随时成为你的敌人，最可怕的敌人。将军误会了，将军误会的太大了。勾践要真想与你当敌人的话，还会对你这么无保留吗？谁会知道你怎么想？反正你不会为吴国重建军队。将军错了。勾践为越国重建军队，恰恰是为了吴国，为了你的大王的霸业。鬼话，谁会信你？大王，你的大王会信。不瞒你说，我已经托文仲大夫将此意正式传达给大王了。我把此事拿来与将军商议，就是希望将军早做准备，以免将来被动。这件事情，你真的禀告大王了？这等大事，岂能儿戏？我说过要与将军携手合作，共同做好越国的事情。现在，将军该相信我的一片诚意了吧？此事暂且放一放，我还要等吴国来的消息。不过，我先要请问越王大人，这范蠡进山和你重建军队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这事儿，将军可以坐下来，我们慢慢说吧。陈伯嚭领文仲觐见大王。外臣文仲拜见大王。你们越王近来如何啊？有劳大王惦念，我家越王自归国以来，一直都在念着大王。勾践可否有话带给孤家？有。越王说，由于他的失察致使两国间产生误会，给大王平添了烦扰，他要外臣代表他向大王谢罪。越王还说，这种事儿今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此事不再提了。孤家心里清楚，责任不全在他，但是孤家还是要提醒他，别忘了回国前对孤家的承诺。孤家对他是有期望的，别让孤家失望了。大王教诲，外臣一定带到。文仲啊，勾践既已回国了，你肩上的担子也轻了。我看，不如让太宰陪你好好去走一走，你也享受一下我吴国的山川秀色、美酒佳肴啊！大王如此厚爱外臣，外臣真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了。既然大王发话了，外臣还真想到一处地方去看看。那地方，外臣已心仪许久了。什么地方？大王的姑苏台。姑苏台。是想去见西施娘娘吧？能去拜见娘娘，当然是外臣的荣幸。你这不是受了勾践和范蠡之托吗？外臣久已未见娘娘，心中确实十分想念。这大王应该不会怀疑吧？回答顾家的问话。当然了，
外臣临行前，他们也都曾对外臣说过，若能见到娘娘，一定代他们致意。我们越国无论君臣百姓，都希望娘娘与大王的感情，就像越国与吴国的关系一样，岁岁年年，历久弥坚，一生一世，永结同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人说范蠡的辩才是你们越国第一，孤家看你也不相上下。好，到时孤家陪你一起去看看。文仲不敢当此殊荣，谢大王恩宠。大人，你看见相爷了吗？在那边。相爷，公孙将军派人送来了重要消息。他说，勾践要重建越国军队。来人说，公孙将军特意吩咐，他有重要情报要当面禀告大人。咬钩了，咬钩了，相爷咬钩了！哎。相爷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越秀。越秀。你是什么时候到我府上的？奴婢就生在相爷府里。就生在相爷府。那老夫怎么不知道你啊？奴婢还小的时候就被派去服侍端科大人了。知道大人他，奴婢的名字也是端科大人给起的。原来是这样。端科大人待你如何？大人待奴婢就像父亲一样。还说什么？大人已经不在了，奴婢说什么也不会有人信。啊，你说老夫信？大人说，奴婢不该是做奴婢的命。端科大人说，他要为我赎身。你今年多大了？16。这些都是大人单独对奴婢说的，奴婢绝不敢有半句谎言欺骗相爷。奴婢也不是想要。老夫在此垂钓多年，今日方是有鱼儿上钩，这怕也是端科先生冥冥之中有始有终。好，这条鱼老夫就赏给你了。相爷赏了奴婢，奴婢能不能将它放了？随你的便。奴婢谢相爷。相爷，是，遵大人命。属下这就安排。哎，对了，相爷，公孙将军派来的人怎么办？让他回去吧。
告诉公孙决，以后小事情不要来麻烦老夫，大事就让他直接去找大王。是，相爷。相爷。以后你就不是相府的奴婢了。奴婢谢相爷恩。不要谢我，你的恩人是端柯先生。奴婢不会忘。你知道端柯大人是怎么死的吗？奴婢知道。老夫还有话要跟你讲。我义父义母他们都好吗？好。大王和夫人皆十分惦念，只因国事之故不得亲来探望，故委托臣亲来拜望娘娘，恭祝娘娘安康。还有，范大夫也要臣代向娘娘请安。有劳文大夫了，回去也代我谢谢他们。臣一定替娘娘带到。文大夫特意来看我，可是带有越王的使命。哟，臣这次来，除了是向吴王纳贡，并就前番内乱之事向吴国致歉外，还想……文大夫是第一次上姑苏台吧？这样，我陪你到处走走，不知可有雅兴？能与娘娘同游，当然是下臣莫大的荣幸。只是不知大王那里会不会……文大夫多虑了，请吧。文仲，对我吴国的姑苏台印象如何啊？大王，外臣只有一句话以表观感。讲。无以言表。如何之无以言表？景美，人美，美人容在美景中更是美的。大王原谅。外臣还得用一次这语言不详的词，无以言表。大王刚夸了一句考辩赛，你便变本加厉。文仲这是有感而发，绝非曲意奉承。像姑苏台这样天造地设之美，外臣游遍列国，不说天下无二，绝无之物。要是再能……讲。大王见谅，外臣日才这些话已经说了，且受到娘娘一番力责。什么话娘娘力责于你啊？文仲此番拜会娘娘，得蒙恩宠，由娘娘亲自领着遍游姑苏台，其中千家万美，务须臣在赘言。只是登上娘娘最钟爱的观景楼时，臣一时放肆说了一些不知轻重的言语。被娘娘厉言责骂，险些使此行不欢而散。哼，你觉得娘娘说的有道理吗？臣只是觉得这观景楼建在半山凹处，多少有些局促，限制了放眼远眺的视野，略显名不副实，美中不足罢了。娘娘怎么说啊？娘娘先也是赞同臣的评价。又道此楼乃依山而建，借势而造，能得如此，已是很不错。臣就说，姑苏台乃是先吴王所建，先吴王是大英雄，姑苏台能建成这样，已经是十分的了不起了。但若以当今大王的眼界和雄心来比，倘若有一天列国的使者甚或诸侯到姑苏台来朝见大王的话，这台楼就少了点天下霸主的气魄。讲，臣说到这儿，既被娘娘厉言打断，
娘娘择臣所言是祸国之论，说这话要是让大王听到，杀了臣都不冤。那你呢？娘娘说的，你觉得冤还是不冤？外臣觉得多少有点冤。孤家觉得你一点都不冤。大王，臣以为你居心叵测，知道吗？大王这么说，外臣真是觉得冤枉。你听孤家把话讲完，再喊冤都不迟。你是借说姑苏台，拿孤家来比先王，其实是借着奉承孤家来贬低先王，这是对先王的大不敬。说不好听的，也就是对孤家的不敬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现在我吴国正在修河扩军，以你话中的意思，这样的话势必要耗去我吴国更大的物力和人力。如果重修姑苏台的话，我吴国拿什么去跟楚国抗衡？拿什么去跟齐晋争雄？你这不是犯了祸国之言吗？大王这么说，外臣也不想为自己辩白什么。您杀了罪臣就是了，杀的时候再出张告示，杀一敬白，看看往后谁还敢对吴国的事说三道四。太宰，你说他该不该杀？臣以为大王自有明断，臣就不妄言了。孤家当然是自有明断，孤家现在问的是你。大王真要听臣的意见，臣以为还是先不杀，要他戴罪立功。如何戴罪立功啊？既然这难题是他出的，那就罚他，罚他们越国重修姑苏台，这样既不伤我国力，又得以重修姑苏台。大王，岂不两全其美？文仲，你觉得越王可以接受这样的处罚吗？越国早已是大王的臣属，大王只要一声令下，越国又岂敢不遵？更何况是重修姑苏台这样流芳百世的大业，越国必将全力以赴、不计代价地完成它。